美国跟以色列这一次的发动战争哦，他们原本最津津乐道的是他们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把伊朗的从哈米尼以下的40个可能接班的人一次把它歼灭掉了。但是当我这次看到连穆杰塔巴都要上位的时候，这代表说美国把哈米尼变成了劣势。在这个劣势的情况之下，穆杰塔巴当时因为身体的因素，可能被哈米尼排除在接班梯队之外，所以反而保全了他。那现在变成革命卫队跟他结合在一起，居然能够推翻掉过去神权体制里头说不世袭这样的一个默契哦，扶植这个穆杰塔巴上位，这就代表说他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神权体制的这个正当性。哈米尼最高领导人刚死，我们要来看到这个战火现在全面升级了，会由他的次子世袭来接班吗？另外，现在伊朗祭出的最新公式叫做这个去中心化的马赛克防御，也就是说分散的在总共是31个战区之外。31个战区之内来开火，现在被解读是这个光脚的不怕穿鞋的。美国以色列接下来打得住这一场长期的消耗战吗？我们今天会一起来做关心。其实呢，在哈米尼最高领袖他身亡之后，不到数小时的时间而已，我们看到德黑兰是立刻宣布了要成立一个3人的临时领导委员会。好，这委员会其中的一个成员之一，他就这样出来做宣誓了。他说：“好，确实哈米尼已经逝世了，但是呢，接下来这场战争我们会持续的依照哈米尼当初的设计，优雅的进行下去。那现在看呢，要进行下去，总要有一个领导人吧？现在传出来最高的领袖就会是哈米尼的次子了，这位是穆杰塔巴。穆杰塔巴，观众朋友可能比较不熟悉，我们稍微来了解一下。长期呢，他奉行的是跟哈米尼一样的一个保守派的路线，是比较强硬的，而且呢，他跟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关系非常的密切。过去他曾经打过2伊战争，现在更是伊朗的民兵组织巴斯基的重要的指挥官。那么接下来伊朗会实施怎么样的策略呢？其实就是针对美国跟以色列施压。那么怎么样施压呢？就是对全球持续的做这种经济上面的勒索跟施压，让美国跟以色列感到压力。但是有没有效？我们来看到伊朗最近做了哪一些动作？用无人机轰炸在中东卡达的天然气设施，还有沙国最大的炼油厂，荷姆兹海峡也被封锁停滞，油价现在一口气已经暴冲了70%这么大的一个幅度。另外，在多个地方的机场跟港口都遭到袭击，在阿联、在科威特、伊拉克等等，我们最近几天都有提到，包括了美军基地，有多个美军基地都遭到袭击。那另外一方面呢，伊朗最新也采取了最新的攻势，这个攻势叫做马赛克防御，也就是一种去中心化的方式。伊朗把他的军队拆分为31个战区，每个战区呢就有自己独立的一个领导人，他们就再也没有一个所谓的统一的中央命令的一个方法了。这些领导人在31个战区自己来决定说，我什么时候要做攻击，我的目标是谁，我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做攻击。这样子的好处呢，我们来看到伊朗的外长怎么说。他说，就是因为在过去20年之间，我们伊朗长期在研究美军的失败案例，他认为就是这种去中心化马赛克防御的体系，才能让伊朗胜利，来决定战争到底何时，还有如何来做结束。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委员怎么看呢？这个伊朗的次子，也就是这一位强硬派的穆杰塔巴上位，这是伊朗神权世袭化，还是接下来会跟革命卫队的接管有关系？他会如何带领伊朗的前景？会强硬的继续跟美以之间来做抗衡吗？那委员怎么看？美国跟以色列这一次的发动战争哦，他们原本最津津乐道的是他们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把伊朗的这个从哈米尼以下的40个可能接班的人一次把它歼灭掉了。他认为这是外科手术式的这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操作模式。但是当这件事情从第一天被他们认为说这是一个值得炫耀值得这个拿来作为教科书教材的一个模式的时候，随着战争的发展，他们逐渐发现他们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了。犯了什么样的错误呢？他把哈米尼跟哈米尼以下所有可能接班的排序一个一个都同时把它这个猎杀掉之后呢，马上就陷入了另外一个困境了。第一个困境，川普不断的呼喊说大家要起来推翻神权政权。可是哈米已经死了，要推翻谁呢？你要推翻总要有个人可以去推翻吧，没有个人啦。哈米都已经挂了，然后呢下面死掉了一大挂人，那到底你要这群人去推翻谁呢？这是第一个问题，找不到人推翻了。然后第二，
川普不断的在喊说呢，我们要跟这个接班人来谈判。好了，接班人已经全面都被你团灭掉了，到底哪一个是接班人呢？美国大概也搞不太清楚了。他在处理委内瑞拉的时候，他至少还知道那个第2号人物，然后他至少还能够私下的跟第2号人物有一些互动跟默契。他现在没有了，他现在整个伊朗是一片的真空状态，他根本摸不清楚到底接下来这个40几个人被猎杀之后，那排名接下来那第50个究竟是谁呢？他可能都搞不太清楚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也找不到人谈判呢。所以你就会看到川普不断的喊谈判，然后呢喊到最后他自己干脆回过头来讲说，现在谈判已经太晚了我已经把你们都空军跟海军都消灭了，现在不要再来谈判。可事实上我在讲的是根本没有人要去找他谈判的，因为全部上面的人都被团灭掉了，谁能够有资格去谈判呢？好，这是他犯了第2个错。第3个问题是，他把哈米尼变成烈士就你本来还可以讲哈米尼的什么政权有各式各样的贪腐问题现在不得了了，哈米尼连他的家人在那一场猎杀里头都牺牲掉了。你不是只杀哈米尼一个人，你杀了他的孙女，杀了他媳妇，杀了他周边一大家子人哈米尼现在变成了这个殉教者了，不管是他真的有没有真的想要殉教，但是他就变成殉教者了。那这个对整个这个伊朗的这个明星来说，那就提升到另外一个阶段了。就像刚才舰长讲的，你现在把我们原本也许大家还有人在批评他的人，你现在把他猎杀掉了，而且用这么残忍的方式猎杀，那你现在举伊朗全国，现在谁还敢站出来骂哈米尼呢？谁还敢站出来说我要去推翻他？那个人已经为了伊朗全家都已经被美国团灭掉了。那也正因为如此，他的2儿子这个穆杰塔巴在这一次的上位，其实原本引起了外界很多的这个讨论，因为各位知道，伊朗的神权体制当时推翻了巴勒维王朝的时候，他们就是要打破封建。他们就是反对世袭就没有什么父子子继的这种道理对，所以伊朗的神权政权从来不来这一套的。但是当我这次看到连穆杰塔巴都要上位的时候，这代表什么？这代表说美国把哈米尼变成了烈士，在这个烈士的情况之下，穆杰塔巴当时因为身体的因素，可能曾经被哈米尼排除在接班梯队之外，所以反而保全了他。那现在变成革命卫队跟他结合在一起了，居然能够这个推翻掉过去在这个神权体制里头说不世袭这样的一个默契扶植这个穆杰塔巴上位，这就代表说他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这个神权体制的这个正当性了，因为他整家人通通都被团灭掉了，他就是一个牺牲者，最后幸存下来的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再看到说穆杰塔巴曾经打过2伊战争，他现在是民兵组织的指挥官，他跟革命卫队的这个关系非常的密切。那么美国这次恐怕就会碰到了一个烫手山芋了。美国这次碰到了一颗硬石头了，不是一个软柿子了。因为穆杰塔巴他不仅仅只是神权的人员而已了，他不仅是有神权人员的光环，因为他的父亲，因为他的家族，他现在还加上跟革命卫队这个紧密的关系，包含他自己也曾经参与战争、指导战争所以美国现在碰到的状况是川普公开曾经讲过，他最不希望看到的状况就是伊朗的政权没有崩解，他们找到了接班人，而且这个接班人是最强硬的接班人。川普的噩梦从现在就要开始了。好，最强硬的接班人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穆杰塔巴，哈米尼的次子，再加上刚刚委员特别提到，结合这个革命卫队，再加上穆杰塔巴过去有实战等等的经验，接下来打的这场消耗战被叫做是去中心化，就是我们刚刚特别提到分31个区域，然后有自己的各自领导人，马赛克的防御方式，美以打得起这种消耗战嘛？那舰长又怎么看？首先，我特别要讲一下，其实这个伊朗的有一些政策，像他现在打来打去好像制造天下大乱，这是一个完全的错误。我想做人，就是我们私底下这种为人，跟这个国家战争是一样的。就好比说，如果我这个为人，第一个，我不要轻易树敌，你不要轻易说这个人是你的敌人这个有一句话叫做“建立10个朋友，不如少树立1个敌人”，不要轻易树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一旦决定一个敌人，你要把他给消灭掉的时候，你记住你一定要浓缩，就是他。你不要张三也骂，李四也骂，王五也骂，全都变成你的敌人，那你不是找倒霉吗？伊朗这次也是一样的。伊朗这次的敌人其实是谁？是以色列。美国是以色列的蛊惑下来参加的这个战斗的。那你打就打以色列，结果你说那所有的美军基地我都要打。你知道你在树立敌人，因为在那么多美军基地，你就打准一点嘛，你就打不准，打过去砰就打到旁边一个学校或者打到一个民间，这些国家都在想你凭什么打我？但是我这样在说，
再起码还打的都是中东。我们在这里看的就是看戏嘛，都是中东在那打。哦，今天又死了多少人？多少人？如果你去封锁荷姆斯海峡，你想用经济来逼他们，美国、以色列逼不动的，那结果台湾很火大。你知不知道我们这么多都仰赖这个进口石油的，我们能源影响多大？日本火大了，结果你做了一些就是对你的敌人伤害不大，美国、以色列伤害不大，但是你把全世界都伤害了，那全世界这时候都会认为说你这人实在是太可恶了，我们一定要一起来想办法把你团灭掉。这是一个在自己找苦吃，你知道？所以他的正确的做法应该就是集中目标，因为就是以色列，就是打以色列。如果你只打以色列，旁边所有的这些过去跟以色列有仇的伊斯兰国家武装组织，他们通通会觉得说我们要支持伊朗，因为伊朗这次你看被人家打成这个样，我们是不是要帮帮他？结果你把全天下都惹了一遍了，你不是自己找倒霉吗？这是一个，因为人人其实都在思考自己的利益，你知道吧？像我们在远东这些地方国家的人，对我们也觉得有些东西不能做，有些东西可以做，但你基本上我们还是有一个想法，就是那是他们的事。但是如果你这个利益，像好比说，害我们今天股市跌这么多，今天很多股市的人可能就很火大伊朗，就是因为你封锁荷姆斯海峡，所以这个东西大家觉得心崩了，他会对他产生一个抱怨。原来支持同情伊朗的，反而现在变成说这实在是太可恶了。这个东西是伊朗这些一定要做的，就是我也奉劝所有的人就是一样。第一个，不要轻易树敌。当你决心要跟一个人拼的时候，记好，就是那个，你不要扩散，这是一件非常重要，浓缩你的打击面。好，那干哥又怎么看呢？我们也持续的来关心伊朗的最新的打法。其实你说，这次美国击毙了40多个，现在正确的数字其实可能会比我们想象中还要更高。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的 F-22战机护卫着那个 F-35啊，携带的是 AGM-158，那是长程遥攻武器，听说发射了20多枚，还没有加上精准弹药。所以说，究竟死了多少人？我觉得今天会把穆吉塔巴给提升上来哈，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为什么？因为你最高伊斯兰的革命委员会是不会让这个儿子继承的，那现在让儿子继承呢，代表什么？代表没人。没人呢？为什么没人呢？总统还在啊，总统裴德斯基安还在啊。裴德斯基安是一个虚位 ，OK，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人被川普，其实川普他一直没有点出这个人，他就是拉里贾尼。拉里贾尼就是革命委员会的秘书，他现在还在世，也就是这个人相对比较温和，有没有可能是拉拔他上来？但是我觉得他们这个伊斯兰最高委员会，他们先说，就说我们还是让他的小儿子，哈米尼的小儿子先来坐这个位置。可是我要跟你讲啊，神学士的他们就是他们这些传教士，高阶传教士，他们的标准很高。也就是说，你这个儿子上来接任以后，你不能够维持我们伊朗这个国家的尊严的话，你没有决心要打，你没有方法打的话，你随时会被拉下来。因为为什么？你绝对不是一个谈判的对象。也就是说，对美国来讲的话，你是哈米尼的儿子，绝对不会跟你谈的。所以说，他就没有什么伸缩的余地。他不是要战就是一定要和，要和不可能就一定战。可是他在他们的那个什叶派里面的神学领域里面，他没有权威，因为他太嫩了，他没有权威。那他只有我今天接掌国家机器之后，我就要开始展现我们伊朗的铁腕。但是现在还有一个叫马赛克防御系统，就是说从去年的6月的12日战争之后，他们会发现说，万一我哈米尼被打死了，你们会不会变成一盘散沙？好，我现在把权力下放给31个省，每个省的省长，你们都是高尚的神职人员，才能够当到省长，可以跟中央通报以后，马上就决定你们可以做什么。也就是说，在地方上的组织，以及你们能够提供中央什么样子的军事资源，你们马上就可以做。不要因为今天如果说我被斩首了，而变成了一盘散沙。这就是马赛克去中心防御思想，去中心就是说没有中心的，没有头了，我就可以整个国家不会陷入一盘混乱。
所以这个就是革命卫队他们自己提出的 IRGC。其实老实讲，在很多地方情报站这部分里面，其实是蛮聪明的，就革命卫队，所以他们想出了这个方法。现在目前看起来，就是 IRGC 在发挥马赛克防御观念的时候，不然伊朗怎么能射那么多飞弹出来？是谁来统合那个能力的？那就是这个防御系统做出来的决定。所以伊朗的反抗可以从去年的改组之后变得现在非常的有效率。那我相信，他那个穆杰塔巴他上任之后，会不会让伊朗的防御能力更加进一步提升？这就是这几天我们要特别观察的重点了。好，谢谢干哥。对，其实从我们这次看到的这个去中心化的这个指挥体系哦，是不难看得出来，伊朗早就已经准备好一套剧本。伊朗绝对不是像大家外界所看到的，说我仓促应战，然后我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现在显然看起来，他已经花了几年的时间，从去年的12日战争之后，他就已经开始不断的在反复做沙盘推演了，说未来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这个情况我要怎么样去解决，所以才会有所谓的去中心化的指挥体系的模式。这个非常聪明每一个指挥官有4个继任人选，然后呢，一旦发生战争，这个上层的指挥中心被团灭掉之后，各地的这个指挥官就开始自己按照剧本来发动战争了。所以照这样的一个模式来看的话，我们可以大胆的假设，其实伊朗是有一套剧本的。包含现在的去中心化指挥体系都按照剧本在做，所以就回过头来就像刚才舰长讲的，外界一直在想说你好好的去打，你就打以色列跟美国就好了，你没事去拖这么多人下来干什么呢？那么我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了，我来推测就以色列这一次他知道的是一个灭国之战，他就拖全世界下水了。反正我以色列都要被我伊朗是一个灭国之战，我伊朗都要被你摧毁掉了，我要被你灭掉了。我这个时候就拉大家一起来赔账啊，全世界一起来赔。那当然你说波湾国家都跳起来了，然后欧洲国家也跳起来，那怎样？波湾跟欧洲国家能有多少军力？欧洲国家有军力早就去乌克兰战场了啦。波湾国家有军力就不要靠美国去支援了。你还不要讲波湾国家这些人都是阿拉伯人嘞，都是回教徒，看着伊朗被以色列这样修理，他们讲过几句话吗？都没有啊。所以你说对伊朗来讲，他现在的这套剧本几乎可以大胆的看得出来，他就是把全世界拉进这场大战火里头，大家一起承受那么呢，与其我去打以色列跟打美国，然后我把你跟以色列跟美国打败，伊朗几乎根本不可能做到的。我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就像刚才舰长讲，全世界都受苦。好，可是呢，尤其像我们台湾，干我们什么事呢？当不干我们的事的时候，我们就会出来讲说，别打了吧，因为真的不干我们的事大家不要再这样下去了，这样下去对我们来说有影响的。当全世界都受到影响的时候，那这个压力就在美国跟以色列身上了。所以其实我认为就走到去中心化作战，舰长是专家应该知道，都走到这种各自指挥战争了，就已经代表说大家就是拼死、鱼死网破的时刻了。他根本就没有打算按照传统的这种逻辑来走。观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要带观众朋友来特别关心到的是中东情势了，现在仍然是战事一触即发吗？我们今天要来特别关心到的是以色列除了密谈川普之外，在美国方面，现在双航母接下来就会集结了，中东火药味逼近临界点。今天会一起来做关心3个火线话题。今天我们请来宾特别帮我们做解答。首先就是纳坦雅胡跟川普了，他们秘密的2个人私底下谈了3个小时。这当中，纳坦雅胡要求川普对伊朗的态度要更强硬，川普则是警告说，现在的局势其实非常严重，如果美国跟伊朗的谈判破局的话，我们接下来要来特别关注的是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会不会自己去打伊朗呢？这是第一个问题。接下来我们也会特别来关心到的，川普说的，除了林肯号之外，接下来布希号也会一起移向中东，双航母会在中东会师，那么携带60到75架的战机，空中战力预估会翻倍，攻击规模有多惊人，战力如何？等一下我们会一起来做评估。最后今天也会一起来关心到是川普在这当中秘密提供了6000台的新链给伊朗，说给的就是当地内部的意见人士，背后是要延续美国进攻伊朗的正当性，还是补救在1月份对于整个伊朗情势没有提供及时的援助的失误来做补救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起来做关心。刚刚讲的川普跟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这一次会面的地点其实就是在白宫，时间是在2月11号。
在这一天，他们密谈的时间高达了3个小时，而且比较特别的是，我们观察到了他们这次的见面其实异常的低调哦，包括了说在媒体要做拍摄的时候被发现，纳坦雅胡甚至在密会结束之后是走侧门的，避开媒体，默默的离开。会中根据了解啊，这个以色列方面要求这个美国对伊朗要更强硬，但是川普并没有答应纳坦雅胡。川普只说他希望跟伊朗达成反核协议，他也说了，美国必须跟伊朗达成协议，否则接下来的局势会变得非常的严重。这句话又是什么意思？等一下我们会一起的来做解读。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厉将军了，这一场美国跟这个纳坦雅胡密谈了3个小时，难道是在谈美伊的核谈判破局之后要进攻伊朗的计划吗？会不会接下来纳坦雅胡他要强出头来打伊朗？美国根本拦不住他，会是这样吗？厉将军怎么看？我觉得这次美伊第一轮的会谈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谈判内容大概美国要求伊朗的不外有3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叫伊朗来讲的话，他要取消他的核武的这种设施跟研发哈。那第二个来讲的话，他限制他这个导弹的数量。第三个就是伊朗不可以再对他周边的这些小弟哈，就是胡塞啦、哈马斯啦、黎巴嫩真主党哈，提供这个继续提供这些武装资源。那我们就3点来看的话。第一点，浓缩铀的部分，我觉得伊朗有答应哈。伊朗来讲说，我可以降低我的浓缩铀，他没有说取消核计划。核计划包括到这个核能发电都算核计划嘛？那只是说我的核子不会去发展核子武器，这个浓缩铀不会去发展武器，所以他说他可以降低浓缩铀。浓缩铀我们大概推估，伊朗现在浓缩铀的浓度大概60%，当然有些说法是到90%了，就是差一步之遥就可以达到这个核子武器的这种等级啊。它降低来讲的话，当然如果降到10%这些那就是纯粹只是做核能发电来使用。可是相对的，伊朗要求美国说我降低我的浓缩铀的比例，那你美国必须要取消对我的这种经济上面的制裁，这是第一点。我觉得双方在这方面有取得共识。那第二点来讲的话，第二点就是要对伊朗限制它的核导弹。我觉得这个方面来讲，伊朗不太容易可以达成协议的，伊朗也不太容易答应，因为伊朗现在自保的武器就是这一些所谓的战略导弹跟它的无人机它号称它的导弹射程可以到2000公里，然后数量有到2-3千枚那么多，甚至于它也展示了它5座的地下的这种导弹库，也展示给媒体去拍摄跟参观，还有无人机。那这些是它可以攻击以色列或者是美军在中东地区的这种基地的设施可以对他们实施攻击，所以我认为这些导弹对伊朗来讲是保命的东西，所以他也不会轻易的就答应，甚至我认为要答应的可能性是不高那第三个，对于周边的组织伊朗取消对他们的支持，我觉得伊朗现在以他现在经济状况，可能不太容易对周边这些在提供经济上或者是武装上的支持是不太可能的，尤其像叙利亚已经倒台了嘛，这个那另外来讲的话，黎巴嫩真主党大概也被打残了，哈马斯在这边也奄奄一息，其实因为距离太远，功能也不大。但是我们反过来看以色列来讲的话，现在对以色列最大的威胁，除了说是核武之外，核武平常讲。这个伊朗现在还没有做出来，但是对以色列威胁最大的，对它生存威胁最大的就是这些的导弹因为从去年的6月份战争，我们就看出来，以色列到后来来讲的话，它的拦截导弹库存量已经很明显的降低，它的拦截率也慢慢减低到50%以下所以伊朗如果说现在保有这些这个战略导弹，对以色列这种国土战略纵深狭小，然后土地面积不足的国家来讲的话，对它生存确实是很大一个威胁。所以我觉得关键在这一点。那现在纳坦雅胡很明显的，他要拖着美国下水借着美国的这种布希跟林肯号2艘的航母战斗群，具有庞大的攻击力，包括除了战机之外也有这个在约旦的这个 F-15E 战机还有各型的这个战斧型巡弋导弹，来对伊朗发动所谓攻击，一举摧毁掉它的这种导弹设施跟核能设施，然后采取它抢手段
目的在保有以色列自己后续的生存能力。可是我们现在在看哈，就美国川普立场来讲的话，他可能不太愿意开启这场战争，因为他如果说没有把握这一次发动攻击，全部将你这些核导弹、将你这些这个导弹设施全部一次全部摧毁掉的话，那它极可能面临残存的导弹继续可以对你美国这个所谓基地攻击。我想这是美国自己所不愿意承受的。那他目前我不认为他也有这个把握可以一次将伊朗的所有导弹设施一举全部歼灭掉。所以我觉得这次以色列来讲，纳坦雅胡很明显的想要说服川普，可是我觉得川普来讲没有那么容易被说服。虽然说我们看到有2艘航母战斗群可能驶向波斯湾地区，可是我觉得川普这个时候的作用是在想要借着武力来威慑伊朗能够答应。可是在这方面来讲，我觉得伊朗这个要他在导弹方面，浓缩铀他可以答应了，已经答应了。可是，在导弹方面要他缩减财政数量，我觉得这点伊朗可能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够听美国的。那美国要攻击，他也一定会投鼠忌器。所以我现在觉得关键问题卡在这个地方。那看后续来讲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发展？好，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想要把美国一起拖下水。那美国方面现在就要等川普会不会点头。但是不管怎么样，现在结果就是军事武器是全部先把它一系列的都拿出来。那刚刚将军也特别提到了嘛，2艘航母，我们也带观众朋友来稍微了解一下细节。目前伊朗外海的话是林肯号的战斗群已经就位。那华尔街日报说的五角大厦正在派的是布希号打击群会到中东。根据媒体这边的说法，大约是1到2周就可以到达中东了。那么现在除了航母之外，战机的部分也持续来做关心。布希号会搭载60到75架的军机，这当中也包括了有 FA-18超级大黄蜂战斗攻击机、咆哮者电战机，还有高级鹰眼空中预警机跟海鹰直升机等等。将军刚刚也特别提到的 F-15战机、F-15E 战机也已经准备好了。那么如果林肯号再加上布希号一起做汇合的话，对于美国中东的战力会有多大的提升？军事规模上来说，可以发动什么样子的战争？那张将军又怎么看？我认为这一次等到这个新的就是布希号航母就位，我认为美国就会动手。最主要是谁呢？纳坦雅胡，因为纳坦雅胡是主战。现在呢，川普他做了摇摆，但纳坦雅胡已经去了到了白宫跟川普见面，这是川普上任第7次，也就是说，全世界的元首里面到美国访问最多的就是纳坦雅胡了。那这一次他主战主印，那这样的话，那个川普本来也摇摆的，有所瞻前顾后，有所顾忌。现在经过纳坦雅胡一讲之后，我认为动手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也就是中东的情势，我认为会紧张。然后怎么样呢？我们来看整个态势，因为2个航母打击群，不管是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岛也好，还有布希号航母打，这个2个互成战略犄角，2个互成，2个一个航母打击群在伊朗的东南方海域阿拉伯海，一个在伊朗的西南方阿拉伯海，你就变成这个伊朗要处处防备，它是有2个方向做进攻，它要换叫伊朗，它面对的4面进攻。另外一个不要忘了，在美国在中东的驻军，在安曼、在卡达、在伊拉克都有驻军，美国的驻军可以从这边这个战机可以出动。另外一个是以色列，以色列的这一股力量是不容小觑的，所以以色列也好，美国的驻军也好，再加上2艘航母打击群，总共4个方面，伊朗就要应对，伊朗是完全招架不住。这个看得出来。那怎么来打呢？那将来呢，就是由战斧巡弋飞弹先摧毁伊朗2种重要目标，第一个它的关东系统，把它的这个伊朗打瞎，关东系统就没有雷达了，关东系统。另外一个就是伊朗的防空飞弹跟反舰飞弹，这个地对舰飞弹呢，会威胁到美国的航母打击群的军舰以及航空母舰。所以这2个先摧毁，一摧毁之后，现在美国的战机在陆地上的战机或从2艘航空母舰的战机就可以进入了。这个时候打它的一个相关的重要的军事设施目标，还有我们讲到的就是核武的提炼设施，就是我们讲到的浓缩铀的提炼厂，因为在去年2025年6月的 B2 的幽灵轰炸并没有完全摧毁，所以今年才会要实施这个任务。所以那经过这番，我认为
那动武的先后次序呢？我认为还是会由美国先动，以色列在紧接着会跟着动。换句话说，这种外科手术室不进行地面作战，从空中的这种外科手术室去作战，我认为这是美国对伊朗这次动武的作战的模式。那只看是什么时候启动。我认为启动最佳的时机就是布希号到位了。那这样的护城战略机要变成背靠背。你要去防备这一个，还是要防备这一个？当你防备这个出动；当你防备这个出动。所以战区还有一个中东地区的美军驻军，它的萨德系统，还有 PAC-3 的爱国者3型的防御系统，都陆续就位前推了。空中加油机也进驻了，还从欧洲所调派出来的美国的 F-15也进驻了。那更不要说是 F-35到位。所以我们看美国目前的征兵的状况、前推部署的状况来看的话，美国已经是在箭在弦上。我认为川普受到纳坦雅胡的这种军事战略以及政治的影响是非常的高了。那本来川普的摇摆的政策可能又回到原来要动武的一种强硬的路线了，要不然他不会征兵，应该保持目前的这种状态。但是他是继续征兵，我认为他要预计奏效，而不是做我们讲到的滚动式的或者逐次的投入。川普的打法是要一次到位。谢谢将军。好，刚刚张将军也特别帮我们看到说，这个美军战力在双航母上面连结之下，接下来的战力威胁其实是对于伊朗来说是非常巨大的。我们看到美军除了这一回出动了双航母跟战机之外，另外我们也来看到，美军现在川普政府正在秘密向伊朗运送6000台的这个星链终端，要在伊朗这个政府压制它的网络之后，把这些星链的终端特别提供给当地的意见人士，让他们可以在网络中断之下可以继续保持连接。为什么美军要这么做？是不是有一些弥补的作用？因为在1月份的抗争中，其实伊朗的内部的异议人士死了非常多的人。我们也来看到一个最新统计，光是1月份伊朗全国抗议中已经有至少7000人被捕，而且是被残酷的镇压。美军这个动作，是为了什么？聂老师怎么解读？ OK， 我觉得意见人士、异议人士啊，我觉得多少跟我们讲哈，美国在制造情资的时候呢，去煽动，这绝对有关。就像川普他自己讲的非常清楚，他一直呢，这个不管是语义啊，或者行动上，一直在让这些异议人士呢，能够尽量能反对现代政府，能抗争就抗争。然后呢，也一直说我们的资源就要来到。那么非常清楚的，刚刚讲 Starlink 这6000个，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源。因为我一直有时候觉得很奇怪哈，那各位想想，去年6月4号哈，从这加拿大一下跑回了这个美国，然后说要做一个2个礼拜的决定的动作，2天就拿了这个 B2，就带了 GBU57，不就炸了一个这个深土炸弹，就炸了60公尺，可能没有炸到80公尺，所以没有炸到真正的这个核设施。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发觉好像这个美国就跟这个委内瑞拉一样，那个元首绑架案一样，很容易就这个好像轻而易举的拿到他要的，对不对？可是你会发现这次不太一样，他双航母也去了，各种 F-35各种战机啊，在这个飞上也已经在连布局布阵了。发觉这次伊朗好像不是他想象的这么好的这个去敌对。那么因为这个如果真的这个直接直战下去呢，美国也会受到很大的伤害。各位可以看到，这个我们讲伊朗是很大的，那它的军事力也不算差。那即便美国当时最强，可能会把你压制，但是它绝对会受伤惨重。那当然科技力也不算差。那么当然，美国现在呢，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靠这个情治单位了。那我犹记得啊，当时在炸这个 GBU57之前，各位可以了解，伊朗有非常多其实是非常专业、非常资深的所谓的研究员。什么研究员？就核弹的研究员，甚至这些将领呢，都被怎么样精准瞄射暗杀了。当然有人说是以色列的莫萨德的这个情治单位，当然美国的情治单位也在里面。所以我的重点就是，美国其实它必须善用这一块。我想一路走来，美国在各个国家各个地方，只要他要打赢一个仗的时候，他不是完全用他的军事实力，军事实力可能是用威吓，然后呢围堵，像这次伊朗就是。但他要动下去的时候呢，那他会伤到自己，也会很严重啊，因为对方绝对不是说好像就是一块软石头就帮你砸下去就没了，他一定会反击。所以他现在我刚讲他现在拿着 Starlink， 我觉得是一个我觉得他们一个很重要的做法。为什么呢？因为他必须要透过一些方式，让这些异人是能够收到一些讯息，能够反线的政府。因为这个伊朗也知道美国会这样做，所以之前就把这个异人士的这个所有的网络都封锁了。所以美国必须用这个方式，才能够从后面呢再去支援他们，去推动他们去
跟现在的政府呢去敌对哈。所以我觉得这个方式是蛮厉害的。当然，你说是不是弥补1月份的这个死伤？但我觉得你也可以说是啦。但是实际上呢，你说能弥补吗？也弥补不了。我重点就是美国它必须要用这种方式才有办法哈，从内部让它反起来。最重要就是他必须要支持他敌人的敌人，用他敌人的敌人来攻击他的敌人。我觉得这是美国现在的想法。今天中东情势来关心到的是，这个是来自于内线的情报吗？今夜打伊朗。这个消息正式的曝光，我们今天会来做观察。另外，川普已经说了，第2艘的航母已经压境，要来威胁解除伊朗的武装。哈米尼在此刻则是霸气回呛，要展现意志的核弹。现在看起来中东的战事一触即发。今天我们赶快来看到的是最新消息的，就是美伊不是上周才完成核谈判，那破裂之后，川普10号的时候，他再一次的呛虾，他说呢，在德黑兰，如果你再次的升高威吓的话，我们美国正在考虑要向中东来部署除了林肯号之后的第2艘航母，并且警告说，如果接下来的核谈判协议还是破裂的话，美国我们接下来会采取非常非常强硬的手段。美国在军事上也有了准备，随时做备战。来看到的是最新消息，接下来的第2艘航母可能是哪一艘呢？现在有消息指出，可能是驻日的华盛顿号，或者是在美东的布希号。但是呢，这2艘航母到中东时间可能还是需要至少1周的时间。所以现在也在说，有没有可能是福特号过来呢？我们都会一起来做关注。另外一方面，美国的 P8海上巡逻侦察机在这几天擅自的闯进了伊朗的领空。不过呢，我们来看到伊朗的空军强硬的表态了，在政治上面的立场，却没有开火做拦截。再来就是我们持续看到美军现在正在强化自己在印度洋的关键轰炸机的基地，并且另外一方面，美军正是透过这一些运输机、货运机，将它的坦克从挪威运送到约旦去了。再来海上。这个是阿利伯克级的飞弹驱逐舰已经停靠在印度洋的这个港口，所以呢，节目一开始我们要来特别请教孙委员怎么看了。航母还在路上，但是我们刚刚特别提到的美军侦察机 P8已经到了伊朗的领空，现在是在威吓谈判，还是实际战前已经开始做一个宣告、做一个准备？委员怎么解读？这是川普很擅长玩的一个手法。我觉得川普其实很擅长的，在谈判之前或者谈判过程当中，都采取所谓的极限施压嘛。所以，如果川普说要动武，这句话是真的，他早就动武了。就是他吆喝威胁说要对伊朗动武，已经不是1天2天的事情了。我记得早在我这个节目大概好几个星期以前吧，就已经有来宾预测说今天就会动手了。结果呢，到现在为止还没动手。那么川普还不但还没动手，川普还说要等第2艘航母来的时候，可能再要动手了。那第2艘航母什么时候来也不太清楚。那当然，你说川普用这种极限施压的方法来对付伊朗，也是情有可原的。就因为他真的能动手，他动得了手吗？他经得起动手之后所承受的损失，然后动手之后那个没有办法去收拾的烂摊子，那美国要如何来处理？我觉得这是川普一直在考虑跟这个伊朗进行沟通协调究竟是何试战过程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考量的基础。因为伊朗毕竟不是委内瑞拉，你委内瑞拉你可以斩首马杜罗，然后把他夫妇带走，然后你就可以找第2号人物接手，然后就成立一个至少相对亲美的政权。所以他可以用外科手术的方式去解决委内瑞拉，但是伊朗不是伊朗哈米尼就算被你斩首了，还有第2个哈米尼，还有第3个哈米尼啊。他们有了马杜罗的教训之后，就算是哈米尼革命卫队的这些首领都不会同时聚集在一个地点的。对，所以就算没有了哈米尼，还有他的接班人，没有了那个接班人，还有下个接班人。所以对于伊朗来说，他要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的神权的政权，要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的这个神权支持的革命卫队这个不是说复制委内瑞拉的方式就可以完成的，所以要处理伊朗，如果川普真的要动手，他就要有打地面战的准备嘛。我想舰长是军武出身，很清楚啊。你处理伊朗，你不可能轰炸，你就算轰炸把伊朗轰的这个遍体鳞伤。俄罗斯轰炸乌克兰，轰炸了个半死，乌克兰有完全被占领吗？没有啊，他陷入了长期的焦灼战跟阵地战了。所以今天川普如果真的要动手对伊朗是个下重手，
靠什么轰炸机，靠什么飞弹驱逐舰，那一点用都没有的。你就是实打实的地面部队，你要从头开始打到尾，把伊朗占下来，那么你还有可能说真正的结束这场战争，否则你就会变成一个旷日持久的拉锯战，然后就变成一场泥淖哦。那就变成美国又要陷入了另外一个这个悲剧当中了。所以我觉得其实你看川普操作的手法哦，看懂的人就知道要怎么对付他了。川普这个人是吃硬不吃软的，他硬你就比他更硬。所以当他那个时候说要打伊朗的时候，伊朗就说我准备了2000枚这个中程跟短程的飞弹，我可以把你整个中东的美军基地，包含你美军的这个盟国，包含以色列，我通通都焦土。他就这样做就够了。他就算消灭了伊朗100万人，美军只要死100人了，这个川普就吃不了兜着走了。所以双方哦彼此的底气是不一样的。我今天可以鱼死网破，跟你玉石俱焚，你美国行吗？就你美国不用跟我玉石俱焚，你只要焚了1/10，你美国就吃不消了。所以其实你看，从当时川普本来以为说吓一吓伊朗哦，就伊朗可以让步哦，那么或者是这个透过摩萨德、透过 CIA 在伊朗内部的这些长期安插的这些所谓的县民或者这些种子，发动各式各样的抗争哦，甚至还有一些这个恐怖的爆炸、失火这些行为，他就可以把伊朗政权给瓦解掉。但他这个算盘打得太容易了，就没有这么简单的事情了。伊朗的神权掌控虽然也许不尽得人心哦，但是也不是说他们用这种小手段就可以解决的。所以当你看到伊朗其实也看破了美国的手脚之后哦，我是觉得伊朗不会示弱的。所以在这段期间，伊朗的调子从来没有放软过，伊朗还是很高调的在处理美国。对川普谈判只有硬碰硬，川普只尊重强者，谁是强者啊？他就把他当好朋友，比如说习近平啊、普丁啊、金小胖都是川普的好朋友。好，所以我们看到至今川普仍然是针对伊朗在做极限的施压。那确实碰到川普这样子强硬的态度，伊朗同样是以非常强硬的态度来做回应。我们来看到的是他的外交部长，这位是阿拉奇，他说：伊朗我们虽然无意发展核武，但是我们的原子弹就是对大国说不的一个能力，并且呢，这个原能的首长他们也说了，除非你西方国家愿意解除我们伊朗的金融制裁，我们才有可能考虑要稀释高浓缩铀。那现在伊朗有440公斤的浓缩铀，纯度是大概60%左右，距离90%，也就是武器级的这个浓缩铀的发展，现在看起来是一步之遥。到底有多快？为什么美国在这个时候要这么的紧张，做极限的施压？接下来的美伊的核谈判有没有可能，因为第2次了嘛，又破裂？舰长怎么看？第一个，我很久以前我认为核战就是核弹哪有那么大的威胁力啊，对不对？这是我当时的感觉。直到在川普1.0上任的时候，他不是那个时候他跟金正恩就朝鲜天天2个人对枪来对枪去，那个川普的各种说我要怎么样对他。当初还想说，哇，朝鲜这么小，你那么弱，我不要说美国打你，南韩打你都可以很顺利的把你打完，你怎么敢跟他对呛的？结果大家有没有记得那时候最后怎么样？2个人就川普跟金正恩相拥，还见面，还见2个地方，新加坡见一个，那个停战线那里又见一次。我那时候才开始我知道说，核弹真的很有威慑力。是这么大的强权美国，这么小的北韩他都不敢打，就是因为他有核弹。那为什么他不敢打？因为这个金正恩是真的有可能去丢核弹，你把他消灭，你看他会不会丢核弹？他是那个一个人的决就可以决定了。那看完了北韩之后，你会发现这个世界还有一个国家比北韩还要更恐怖，这个国家就叫伊朗，因为它是神权政治。神权政治这里一群的人是非常相信这些教义的，教义里面圣经里面有说个世界末日，你知不知道？世界末日，上帝下来，从此人类有1000年的公平正义的幸福快乐的日子，很多人相信哦。所以有一天你真的把这个伊朗惹火，如果他有核弹，我跟你讲，我真的相信他丢核弹的意愿会超过北韩。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家一定要绝对不能让他拥有核弹。那你说从60%到90%，其实是一样的技术，它就是一个分离。就像我们在外面那个，你有没有看到吃那个棉花糖，哗旋转，那些比重不一样就会摔到边边。它那个也是一样，从60到90，就是再也许精密一点、甩得快一点的那个分离机。那我也去查一下说，如果它要快一点，没有任何人阻挡。
然后也有人协助他的话，他大概多快可以做到90，你知道？1个礼拜。但是做到90之后，1个礼拜还要距离核弹还有一段时间，核弹你肯定要核爆，你要制作什么东西，各种东西，大概要1-2年。是。那为什么伊朗停在60%不动？他为什么不到65、70？因为你再往上走，人家就一定要消灭你。尤其90，我非要消灭你不可。但是60哦，他所充分的表示，你不要惹我。我是具备这个威胁性的。这是一个60停在那里，一个很多国家停在60的一个原因，就是我没有违规，但是我具备那个威吓的能力。这是他这个。然后至于说会不会打伊朗，会不会退让哦，我完全认同刚刚委员的意见。我从第一次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就说绝不可能打。为什么？因为美国现在拉美，他们现在所有的心思都在拉美，他也认为这是我的半球。伊朗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家，我想到的就用什么东西来形容伊朗是最正确的？马蜂窝，它有90多万的那种能够拿枪的军人、伊斯兰卫队、警察、保安警察、道德警察，哇塞，有90多万人。这些人你一打他，你想想看，哗就往上跑。尤其他那个圣城旅跟那里所有的那个叫做武装组织，通通有联络，支援他们，会散出去。是。所以他不会去打他。那你说会不会退让？我觉得他一定会退让。只是这个退让你要记住，不代表说我就把所有销毁哦。你如何监控我？他会谈出一个结果。好比说，你根本派人来这里看着我，绝对不准超过60或什么的，或者60你给他销毁一部分怎么样的？那个所谓的退让，不代表说他完全销毁，而是双方达成一个共识，不会打仗。这是我的猜测。好，舰长认为是不会打仗，所以我们现在看起来，美国跟伊朗就是僵持在那边。那有这样子僵持的局面，其实现在最紧张的，其实就是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了。纳坦雅胡现在呢，来自于这个以色列自己媒体的报道说呢，他对于川普的政策现在感到非常的忧心，原因是他很怕川普啊，从本来是对伊朗很强悍的，转为之后会做有限制的核谈判。那么这样子的话，他认为是对以色列不利的。等一下，请华干哥来带我们看以色列有没有可能单独攻击伊朗的核设施。那如果真的发生，伊朗有没有可能再以弹道飞弹来报复以色列本土？我们先来看到另外一个最新消息，就是呢，在一个加密预测平台，这个叫做 Poly Markets， 有一个可疑的账户哦，最新在这几天押注了10万美元，预测美国将会在今晚攻击伊朗，如果成真，报酬高达400万美元，引发外界质疑说，这个人这个账户有没有可能有得到什么内线的内幕？好，干哥怎么看？对啊，当然嘛，加密货币预测市场平台，一听你就觉得说，哦，好未来，好先进哦，对不对？他说，来，请下注，每个人，对不起，进入门槛是10万美金，但是如果一旦能够真的照你的预测，美国在不管是比如说今天晚上或者明天晚上。他给一个时间，真的如你所言，美军出动的话，你可以得到400万美金的报偿，40倍耶！我跟你讲，很多就是这些 hacker 他们都跃跃欲试，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就像你讲的内线消息，或者是一些观察，或者说他们有一些，你知道，其实老实讲一句，像这样子的这些加密货币平台，它在跟国务院或者是说。美国的就是华府之间是有一些关系的，所以他们可能会得到一些某一种程度上的消息，就端赖川普什么时候下命令。所以老实讲一句，这就是豪赌。我们现在已经变成了虚拟实践，变成真的拿出来赌了，你知道？我补一句，刚刚上一次美国公股的流量，你知道一样赌，有人赌赢了，有一个，你说真的，也是大笔的，上次也是就是几万美金，那也是在他的，也是在那上次有赌一次，有一个加密货币平台上面这样子，对，然后也是赌，我不晓得是不是加密货币，就是有人也是一样出了一笔钱赌，大赚一笔。那时候还说要去查这个人是不是有内线。像舰长讲的这个就是一个趋势，你知道为什么吗？引起所有人的注意，引起所有人的关注，引起社群平台上面的什么，去加码，去干嘛？去按赞啊，去点阅啊。这老实讲一句，这就是一种你对于全球的意外啊、灾难啊、国际冲突局势的紧张的那种关注度的话，老实讲一句，对于像这些平台，或者甚至对于加密货币，它都是有良性的帮助。可是问题是我们现在讲的是真实的战争，委员刚才也讲了，
这个你没有派兵去要怎么打？其实我讲句实在话哈，我到现在还在揣测美国到底要怎么做，因为你现在我们看一个重点，已经把迪耶戈加西亚这个地方，迪耶戈加西亚大家要知道，在印度洋上的一个小岛，这个小岛是大概平常人不会去的地方啊，它非常偏僻荒凉，但是那里有强大无比的军事基地，是啊，它是本来是属于西班牙的一个岛，然后它这个岛呢，我跟你讲，美国跟它租借，然后上面放的都是 B-52轰炸机，它是从这个地方开始打到伊朗最近的基地。当然你说我们还有在卡达的基地，对不对？可是卡达的基地你摆上任何东西都很惹眼，但是在迪耶戈加西亚，它有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说 B-2 进驻到迪耶戈加西亚，飞到伊朗大约是3000公里，但是中途会有10次的加油，就是由加油机。迪耶戈加西亚有全世界最强大的空中加油机队，美国打仗是这样的，全球打的。所以如果说他今天已经部署了伯克级飞弹驱逐舰以及加油机和 B-2 轰炸机去的话，那他势必会去做一些类似像惩罚性的行动。但是这里面最紧张的还是谁？还是尼坦雅胡。为什么？因为尼坦雅胡从去年6月那12天的战争之后啊，我坦白跟各位讲，就是说他所受到的，就是内阁的训令，就是说你一定要先鼓动美国出击。为什么？美国如果不动的话，那对不起，我们一定要打。我们自己打。以色列本身有没有办法打？有，它可以从哪里？它可以从特拉维夫的空军基地，像1985年的巴比伦行动一样，奔袭1000公里去打伊拉克的核设施。记住，那时候是伊拉克，现在是要打伊朗，那更远了，2000公里了。对，那怎么办呢？还是要靠加油机来做。但是你所经过的空域全部都是阿拉伯国家，所以非常危险。对所以你到底能不能成功？尼坦雅胡就会赌这一把。如果美国你再不动的话，我自己干了。我自己干是什么时候？除非你美国跟这个伊朗的确谈好了，伊朗说好，我停，60%就好，我现在就真的不会再往前进的，派人来看。如果能够做到这样，尼坦雅胡才会相信。不过我觉得很难的。外界其实之所以这么在意这个加密货币的平台的原因，是因为川普家族过去就是经营加密货币的。川普的2儿子就是投入了加密货币的公司，包含最近一个最大的新闻，那个阿联酋的这个国家负责情报的这个头子所掌管的国家主权基金，早在川普当选的时候就投资了一大笔钱进入他们的加密货币公司了。所以当然大家一看到这个平台做这样的对赌的时候，就会认为说它有其可信。甚至有泄密的可能。我觉得就是说今天晚上会不会动手不无可能的原因是说，你要看什么叫动手啊？动手是地面部队从现在就开始打了，就开始从边界登陆开始一起往前推，还是轰炸机炸一炸，飞弹射几枚战斧过去叫做动手？这很难讲哎。如果说只要有动手就算动手的话，那么后者就可以了。这个能够得到内线消息的人仍然可以大赚一笔。而且事实上用这样的方式也很符合川普的极限施压。他说你以为我不敢动吗？我现在就先射你20枚这个战斧飞弹，让你看看厉害，然后接下来再来谈。所以今天晚上有没有可能会动手？我觉得也不无可能，只是说到底是动什么手，动多大的手而已啊。对。